报告总督大人，大厦电力系统已经全部恢复。电力系统恢复，人造太阳计划的数据就保住了。没想到修得这么快啊！报告首长，其实电力系统并不是我们修复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什么？不是你们修复的，还能是谁修复的？总督大人，难不成是李沧海总指挥修复的？李总指挥现在不应该在医院休养吗？可是除了李总指挥，我确实是想不到其他人了呀。没错，除了李总指挥，恐怕没有其他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大厦的电力系统给修复好啊！没想到在这危急关头，还是李总指挥站了出来。报告总督大人，李总指挥在医院发生意外情况了。啊！总督大人，李总指挥事关我们大厦未来，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。立即调集部队，谁敢对李总指挥动手，就是我们大厦的敌人，必须诛灭九族。是。你不会给我们证明你脑子有病吧？你不是说能修复电力系统吗？电呢？你还真信他呀？还恢复电力系统？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大厦总指挥，他分明就是个骗子！骗子！来电了！这电力系统真的恢复了，不止医院电力系统恢复了，连通讯也恢复了。难道他真是我们大厦总指挥？总指挥，是我们误会你了，请您恕罪。哎，都快起来！你们也是被利用的，我不会怪罪你们的。什么总指挥？我看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正好赶上电力恢复罢了。他可是当着我们的面把电力系统给恢复的，这难道还有假？就是，不要在这打扰我们总指挥，赶紧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我老公可是江省的粮食发放官，等我把事情告诉他，我让你们全都完蛋！老公，你再不来，我和小宝就被欺负死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你没有报我的身份吗？我说了，你是江省粮食发放官，他们不仅瞧不起，还是要对我和小宝动手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我马上就过来。这下完了，她老公可是江省的粮食发放官，那可不是我们能够得罪的大人物啊！马上世界末日了，要是她老公不给我们发放粮食，那我不是死路一条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放心，由我为大家做主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事权压重，不给百姓发放粮食。还好有总指挥在呀！早就听说大夏总指挥一心为民，这下我们不用再受欺负了。你们还指望一个假的总指挥？等我老公过来了，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我看你们还怎么高兴？不用等你老公来了，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这居然是打给三军总督，能这么打给三军总督，就算不是大夏总指挥，也得是五星长老那种级别的人物了吧？难道他真的是大夏的总指挥不成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还差点被你吓着了，居然搞个假的通讯录，没想到你这骗子还挺专业的嘛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会真是个骗子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电磁风暴刚过，三军总督应该在研究所带队，怎么会不接电话呢？难道……别装模作样了，我老公已经联系执法队了，你这骗子就等着到执法处受罚吧。本来我还打算看在孩子年纪小的份上，稍微惩戒一番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像你这种人，要是不受严重的惩罚，是绝对不会受悔改的。战神殿小队听令，立刻到第一医院来。
这居然是战神殿小队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前一秒挂完电话，后一秒就集结完毕，不愧是我们大夏的精锐部队，能随意调遣战神队小队，那肯定是总指挥无疑了。我看是谁的口气这么大？既然想要我老婆孩子受罚，老公，你可算来了。老婆，你受委屈了啊！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这下完了，得罪了江省粮食发放官的老婆，他居然还带了这么多执法队的战士，我们肯定是死路一条了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大夏总指挥，早知道不替他出头了。对了，老婆，欺负你的那个人是谁呀？就是他，不仅欺负我和小宝，还冒充大夏的总指挥，说还要把我和小宝送到执法处。哦，竟然还有人敢冒充大夏总指挥！他是老公，你认识他？只是看着有点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呀。就是你，口口声声说要把我老婆儿子送到执法处呀。因为你的孩子，大夏的电力系统差点修复失败，你老婆更是3番2次纵容他犯罪，难道他不应该进执法队吗？证据呢？或者说，还有谁能给你证明亲眼见到我儿子犯错呀？我劝你们都给我好好想想，谁敢冤枉了我老婆儿子，不仅把他送到执法队，还有他家人在末日里一口饭也吃不上。没想到世界末日危难当头，大夏同胞本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时刻，竟有你这样的蛀虫存在。世界末日就要到了，谁有足够的粮食，谁才是老大。作为江省放粮官，我给谁多少粮食，还轮得到你插嘴呀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以大夏总指挥的身份，立刻撤销你江省放粮官的职务。哈哈哈，就凭你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还想撤销我的职务呀？啊！喂，小队员的守护者。这不是电视上的三军总督吗？不仅是三军总督，还有大夏科研院士钱老，还有大夏武协上将也在。总指挥，幸亏你及时修复了大夏的电力系统，这才保住了人造太阳计划的数据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过我没想到电磁风暴会来得这么突然。他竟然真的是总指挥！他真的是大夏的总指挥？是他，我想起来了，真的是他。来人，将他们一家送往执法处。总指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就再饶我一次吧。我要是给你机会，就是对大夏所有百姓的不负责。你们一家人所犯下的错，罪不可恕。把他们带到执法处，军法处置，绝不姑息。李总指挥，你之前说没想到电磁风暴来得这么突然，难道你有预感电磁风暴的来临吗？没错，我提前在精卫计划中预留了防护措施，就是为了应对电磁风暴。但是我没想到中间会发生这么多事，这也很不容易了。要不是你及时修复了电力系统，恐怕人造太阳计划的数据还要丢失。现在数据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，我们大夏有能力在1个月以内完成人造太阳计划。恐怕来不及了。你们快看外面，这是要下雨了吗？天怎么黑了？李总指挥，难道这就是？没错，这就是世界末日第2段的前兆。很快，雾霾将会遮蔽天空，整片大地将见不到一点阳光。总指挥，那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？通知下去，大夏所有战士做好疏散工作，百姓减少外出。至于我们，立刻回研究所，务必在1周内完成人造太阳计划。奇怪，这大夏天的，怎么突然降温了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冷，看来得加点衣服才行啊。你们看，现在时间已经有些来不及了。要是在1周之内，大夏不能完成人造太阳计划，恐怕
整个大夏就要被冰雪所覆盖了。怎么可能？李总指挥，你有点太夸张了吧？我们大夏已经做了很多应对措施，怎么着也能坚持个10天半个月了。没错，不就是全球陷入黑暗吗？只要我大夏的百姓们都在家，能有什么影响？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自从前天雾霾遮蔽天空后，整个大夏的气温从平均的27度骤降至现在的14度。按照这个速度，不出3天，气温骤降到0下。到那个时候，生态系统崩溃，在没有粮食来源和能源充足的情况下，大夏还能坚持多久？李总指挥，依你所见，我们大夏该怎么做才能度过世界末日呢？很简单，与时间赛跑，立刻启动人造太阳计划最后阶段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绝不同意！简直就是疯子行为！李沧海，你知道直接推行人造太阳计划最后阶段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当然清楚。不，你不清楚。现在就推行人造太阳最后计划，一旦失败，这无疑就在大夏释放了一颗核弹。没错，你这是在拿无数大夏百姓的生命当做儿戏。最迟不出3天，末日第2阶段会全面爆发，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安全测试。那你不能拿大夏百姓的生死来冒险。什么叫拿大夏百姓的生死来冒险？你们就是不敢担这个责任。你们再伟大，只有自身的荣辱。既然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，由我来。出了问题，一切责任在我，与你们无关。既然总指挥都有这种觉悟，老钱我也不能给大夏科研人员丢了面。我同意总指挥的建议。世界末日这种危难关头，我们大夏已经没了任何选择，只能一往无前，才有机会度过眼下难关。我也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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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既然这样，我宣布，立刻执行人造太阳计划最后阶段。这么多人，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居然出动这么多部队！是啊，这不会是眼看世界末日要到了，咱们大夏国准备破罐破摔和其他国家宣战了吧？是啊，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大的阵仗。肯定有大事发生。诸位，我是大夏总指挥李沧海。距离世界末日第2阶段爆发还有2天的时间。为了让大夏能够度过这次世界末日，现决定启动人造太阳计划，请大家能够积极配合。我没听错吧？启动人造太阳计划？人造太阳？那这岂不是说我们大夏已经掌握了可控核聚变技术？是啊，这要不是世界末日到来，我都不知道咱们大夏国竟然这么厉害。是，连 M 国都没有掌握的可控核聚变技术，我们都掌握了。是的，总指挥，你就说吧，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总指挥，你说吧，需要我们怎么做？是，总指挥，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由于人造太阳计划风险太大，很有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，所以需要你们大家暂时背井离乡，前往苏省进行避难。我知道世界末日就要到了，在这个时候让你们大家背井离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但是为了大夏的未来，我们只能在这里启动人造太阳计划，别无选择。总指挥，你不是去苏省避难吗？我们一定配合。是，总指挥，我们一定配合。这么多军人戍守边疆，这么多科研工作者坚守岗位，不都是为了大夏的未来吗？他们都没回家，我们只不过是去苏省避难，有什么不能配合的？是啊，总指挥，为了大夏的未来，我们老百姓也责无旁贷。责无旁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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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责无旁贷。统领大人，统领大人，报告统领大人，有大事发生。肯定是大夏等不及了，派人来向我们购买粮食了。
离世界末日第2阶还有最后的2天时间。他们要是再不购买粮食的话，数10亿的百姓将会统统饿死。他们大夏可不敢做这种事情。统领大人，您弄错了，大夏并没有派人来购买粮食。那还有什么大事？大夏刚刚正式宣布，将要正式启动人造太阳。怎么可能？大夏竟然研发出了人造太阳？这不可能！我 M 国科技实力世界第一，连我 M 国都没掌握的可控核聚变技术，他们大夏怎么有这种本事？统领大人，大夏是不是在虚张声势？立刻派人前去调查。要是大夏真的造出了人造太阳，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是。老李说的没错，世界末日第2阶段恐怕真的要来了。报告王总理，各地百姓已经疏散完毕，预计1个小时内可以全部撤离至避难所内。我不想死！立刻维持秩序，带所有百姓进入避难所。王总理，那你呢？我要立刻将这情况告诉给老李，只有他才能解决这场危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报告总督大人，全球陷入黑暗，大夏平均气温已经突破0下。难道说？没错，世界末日第2阶段已经彻底爆发。报告总指挥，前线王都统申请视频连线，说是有紧急情况要汇报。快把视频投到大屏幕。老王，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老李，我们太低估这场灾难了。要是再不想解决办法，恐怕出不了3天，我们大夏将会整个被冰雪覆盖。什么？怎么会是这样？报告总督大人，大夏平均气温已经突破零下30度，而且更恐怖的是，气温还在不断下降。这样下去，别说3天了，就是1天也坚持不下去啊！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我身为大夏总指挥，现在立刻宣布启动人造太阳。总指挥，这人造太阳刚研发出来，甚至还没能进行实验，失败了怎么办？没错，一旦失败，不仅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再想研发一个人造太阳去度过这场末日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已经没时间给我们进行实验了，再耽误多1秒，就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死在这场灾难当中。报告总指挥，人造太阳计划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启动。总指挥，按钮一旦按下，我们大夏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。你要深思啊！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大夏命运的抉择呀，总指挥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我早就说过，人造太阳计划连实验都没有通过，贸然启动，怎么可能会成功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我们大夏投入了这么多资源，全打水漂了。现在没有了足够的粮食和能源，我们大夏拿什么来度过这场末日危机啊？完了，全都完了，都怪你！身为总指挥，却一意孤行，把大夏逼入了绝境。你现在该如何承担这个责任？谁说我大夏完了？大夏倾尽资源，把所有的机会都放在了人造太阳的计划上。可是现在，人造太阳计划失败了，我们大夏没有后路了。世界末日第2阶段刚开始这几天，我们只要坚持几天，断尾求生。等到人造太阳通过了实验，那么我们大夏都可以度过这次灾难。可是你一味的要启动人造太阳计划，致使我大夏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。你怎么就知道人造太阳计划失败了？这难道不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吗？你还想……
快看，天亮了！不止这些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这气温好像也在慢慢的回升。这难道是人造太阳计划成功了？报告总督大人，大厦平均气温已经恢复正常。啊！你们快看！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我们大夏的百姓又可以种植粮食了，这样我们大夏就不会出现粮食短缺了。好，人造太阳计划成功，我们大夏的老百姓度过了世界末日第2阶段。总指挥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世界末日最后阶段会有大量的怪物攻击人类，对吗？没错，这个好办了。我们大夏有数十亿的百姓，光是精锐战士就有上亿之众。要是全部武装起来，就算来了再多的怪物，我们也能轻松应对。等度过了这次世界末日啊，我可以回去好好的睡个安稳觉了。你们想简单了，那些怪物刀枪不入，普通武器根本没用。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，人类最后就是被他们给灭亡的。刀枪不入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大夏竟然真的研发出了人造太阳！报告统领，大夏不仅研发出了人造太阳，而且还顺利度过了这场灾难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抛弃了那么多百姓，烧焦了国内所有的资源，才勉强化解这场危机。大夏怎么能如此轻松的化解这场危机？传我命令，将生化怪物立刻释放！我一定要让大夏付出沉重代价！普通武器对付不了，大不了就动用炸弹。我就不信这些怪物生存能力有这么强。你这样的确可以消灭怪物，可周边的百姓呢？总不能为了消灭一只怪物，就将整座城市夷为废墟吧？可是总指挥，要是那些怪物刀枪不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大家放心，我已经有了对付那些人的手段。这是南天门计划。南天门计划，总指挥，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？这南天门计划就和之前的人造太阳计划一样，都是总指挥你提出来专门应对这场世界末日的吗？没错，总指挥，你的计划我们可是有目共睹，一定能够应对这场灾难。这次不一样，就连我也不知道这南天门计划能不能顺利完成。难道这南天门计划也应对不了这场灾难吗？不，南天门计划一旦成功，一定能解决这些怪物。可是以大夏现在的科技水平，南天门计划恐怕很难实现。总指挥，我看你对我们大夏太没有信心了。我们大夏的科研专家有数万之众，就你有天宫计划，我们也一定能够实现。既然你们这么自信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南天门计划吧。这是总指挥，这里面就是南天门计划的详细内容。巨灵神外骨骼机甲、成影战斗机器人，这些武器装备足足超越了2个时代啊！难以相信啊！在完善精卫计划、提出人造太阳计划之后，总指挥又提出了南天门计划，这么超前的计划，要是能将南天门计划里的武器装备全都研发出来，那我们大夏恐怕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。可是以我们大夏现在的科技水平，真的有办法研发出来吗？以大夏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想实现南天门计划，
的确很困难。但是我相信，在我们大夏全体同胞的齐心协力下，南天门计划一定能变为现实。没错，无论有多少困难，我们大夏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总督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到底怎么了？总督大人，在江整市区发现了许多具动物的尸体，然而经过伤口检测，却根本就检测不出来这些伤口到底是什么动物造成的。怎么会呢？检测库里可是包含了所有食肉动物的习性和攻击方式。难不成是我们未发现的野生动物造成的？现在卫星监控这么发达，怎么可能发现不了未曾出现的野生动物？除非那已经灭绝的动物，它又复活了。难道那些伤口的来源是？总督大人，我申请前往现场调查。这怎么行？这种情况交给执法处调查就可以了。你是大夏的未来，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？那些怪物的伤口很有可能与怪物有关，我必须亲自去看看。好吧，传我的命令，战神殿小队全体集合，从现在开始24小时贴身保护一纵指挥的安全。是。希望不会是那些可怕的怪物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区里不是有许多宠物死了吗？可能是执法处来调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是拆迁队的又来了呢。那些怪物应该还有2周左右的时间才会出现，怎么可能现在就出现？附近有伤人的怪物出没，请大家赶紧撤离，前往附近的避难所避难。你说让我们走，我们就走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们住在这个小区这么久，附近有没有怪物，我们还不清楚吗？想让我们走，没门儿！我看你们是拆迁队的吧？想忽悠我们离开小区，还扯出什么怪物来，真把我们当小孩糊弄呢！请大家相信我，这些动物就是被怪物所伤。要是你们继续待在小区附近，很有可能会被怪物袭击。你们拆迁队这些把戏我看多了，装神弄鬼。我怀疑这些动物就是你们拆迁队弄死的。没错，你们这些拆迁队的，凭什么让我们离开？就凭我是大夏特殊事态应对总指挥李沧海。他就是我们大夏总指挥？难不成我们小区里真有怪物？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，总指挥又怎么了？总指挥就能让我们搬走吗？再说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拆迁队假冒的？也对，之前拆迁队就冒充执法队想让我们搬走，还好被我们认了出来。还想忽悠我们搬走，我这就揭穿你的真面目！你要干什么？什么？发现这些小手段不管用了，打算动手打人了不成？住手！让他进来。看清楚了吗？我这总指挥是真是假？就算你是真的总指挥又能怎么样？世界末日都已经过去了，你这个总指挥现在狗屁不是，还想让我们搬走，就凭你！这声音是……怪物就躲在这附近，这就是他们的声音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我们在这小区住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从来没听过这声音？怎么你们一来就有怪物了？好像还真是这样。要我说肯定是他们官商勾结，为了忽悠我们从小区搬走，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动物叫声。总指挥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先撤离吧。不行，附近还有这么多百姓。大家听我说，这怪物就在附近，你们要是继续待在小区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赶紧从小区撤离，到附近的避难所，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说了半天，不还是想让我们搬出小区吗？就算真有怪物，我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我看是你们赶紧滚出小区才对。要是在……怪物，真的有怪物！怪物，真的有怪物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，快救救我！战神殿小队听令，立刻疏散小区的群众，护送他们前往最近的避难所。总指挥，那你呢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。放心吧，我和怪物打过交道。现在听我命令，立刻护送群众前往避难所。是。明明应该在10几天后才出现的怪物，竟然会提前出现。
更主要的是，南天门计划才刚刚开始执行，大夏现在根本没有能对付这些怪物的武器。必须查清楚这些怪物的来源，绝对不能让那场末日重蹈覆辙。总指挥人呢？何队长，下去！报告队长，没有发现。报告队长，避难所那边也没发现总指挥。报告队长，你看那边。不好，必须立即汇报给总督大人。谁有此理？我不是让你们贴身保护总指挥的安全吗？为什么总指挥会失踪？报告总督大人，当时怪物出现，总指挥让群众们撤离，可群众们不愿相信他。总指挥没办法，就下令让我们带领群众前往避难所。等我们回到现场的时候，总指挥就已经失踪了。总指挥可是救了我们大夏数十亿百姓的生命，他们竟然说总指挥在骗他们！这群蠢货，他们要是早点听从总指挥的建议，撤离避难所，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总指挥是大夏的未来，传我的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找到总指挥，并且保证他的安全。是。报告总督大人，总指挥怎么样了？总指挥目前依旧没有找到，不过在战神殿小队搜索过程中，依旧遭遇了怪物的突袭，却未能对怪物造成丝毫伤害。什么？总指挥不是给你们南天门计划了吗？难道南天门计划里的武器没有研发出来？报告首长，总指挥提供的武器设计图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。若是没有总指挥的指导，就算全部大夏人员全部投入精力，至少也得半年才能将武器研发出来。要是总指挥在就好了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南天门计划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。可恶！总指挥现在生死未卜，要是等南天门计划成功，我们人类恐怕要被这些怪物给灭绝了。我们大夏好不容易度过了前2次灭顶之灾，难道最后还难逃灭国的结局吗？谁说我们大夏会就此灭亡的？谁说我们大夏会就此灭亡的？总指挥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身体好了呢。别忘了，我曾经也是战神殿的人。还好将半成品的外骨骼机甲带上了。总指挥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也不和我们说一声？我去调查怪物的来源了。什么？总指挥，你这也太冒险了吧！连战神殿小队那么多人都不是那些怪物的对手，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大夏可是真就完了。放心，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那你调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吗，总指挥？当然，我发现那些怪物并不是因为世界末日才出现的，而是被生化改造出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些怪物完全就是杀戮武器，要真是被生化改造过，能有这个本事的国家，难道说……没错，这些怪物很有可能是 M 国弄出来的。什么？那 M 国就不怕遭到反噬吗？那些生化怪物刀枪不入，就连战神殿小队那么多人都不是对手。我看就是 M 国早有预谋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释放生化怪物了。世界末日前2次灾难让 M 国元气大伤，而我们大夏不仅没有多少损失，反而科技在不断上涨。M 国眼看我们大夏要威胁到他们第1强国的位置，所以才释放怪物，想要报复我们大夏。这 M 国统领也太恶毒了吧！早知道我们就不提醒他们防备世界末日了。他们倒好，恩将仇报，还释放这些生化怪物，简直比白眼狼还可恶。 M 国竟然释放生化怪物，意图灭绝人类，
必须得找他们要个说法。不错，我们应该立刻发布声明，联合其他国家，让 M 国受到惩罚。对，没用的，我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，M 国肯定不会承认的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那些怪。总指挥，你就直说吧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即刻起，全民征兵，打造钢铁庇护所，随时做好最后一战的准备。世界末日不是已经度过了吗？怎么还在修建避难所？没错，而且现在修的避难所看起来比之前的更加坚固。先是可怕的毒气灾难，后是全球黑暗降临。要是世界末日这都没有结束，简直难以相信，接下来我们将面对多么恐怖的灾难。大夏的确到了生死攸关之际。诸位，我是大夏特殊世代总指挥李沧海，他就是那个带领我们度过2次世界末日的总指挥李沧海。听说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咱们数十亿大夏百姓的生命。想不到我竟然能亲眼见到总指挥，就是不知道总指挥这是要宣布什么事儿。大家应该很清楚，在我们百姓万众一心下，成功了度过2次世界末日。但是，我要很严肃地告诉大家，大夏现在已经到了生死攸关之际。现在大夏境内已经潜藏了无数怪物，随时可能会爆发危机。他们经过生化改造，无惧刀枪。为了应对这场灾难，也为了守护大夏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拿起武器，随时来应对接下来的灾难。连总指挥都这么说了，看来情况已经不容乐观。你们还要报名吗？那可是经过生化改造过的怪物啊！没听总指挥说吗？这些怪物连普通的热武器都不怕，咱们这些人上去，那不是当炮灰吗？总指挥，既然他们不愿意报名征兵，我们还是赶紧动员其他人吧。我要报名！大夏带领我们度过2次世界末日，如今大夏面临危机，我又怎么能就此退缩？我也要报名！要是连我们都不是怪物的对手，那我们的家人岂不是更加危险？要是我不站出来，难道还指望着其他人来站出来保护我的家人和孩子吗？还有我也要报名！我也报名！我也要报名！我也报名！我也报名！你们说的对，现在正是祖国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贪生怕死？我也要报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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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好样的！我大夏百姓有如此觉悟，必定能战胜一切困难。举国齐心，其利断金。没想到啊，在总指挥的动员下，只用了3天时间，我大夏就完成了征兵破亿的壮举。只要蓝天门计划成功，我们全民武装起来，就再也不怕怪物的侵袭了。蓝天门计划已经得到了不小的进展，巨灵神外骨骼机甲已经可以量产了，成影战斗机器人的进展也在缓慢推进中。多亏了李总指挥在科研所给大家做指导，不然的话，其他科研人员就是再努力，进度也不可能这么快。太好了，照这个进度，我们大夏肯定能够顺利度过这场世界末日。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总指挥，瞧你说的，前2次世界末日你都成功带领大夏安全度过，这次肯定没什么问题的。没错，我看总指挥啊，你最近啊就是太劳累了，才会感到这么忧郁。我建议啊，这几天要让总指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希望真是我想多了。报告各位首长，不好了，有意外情况发生。不要着急，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。报告首长，之前被怪物袭击的群众伤口感染，已经嗜血狂怒，失去理智，变成了类似丧尸的那种怪物。啥？怎么会这样？这 M 国弄出来的生物改造怪物就已经十分棘手了，现在我大夏同胞又被感染成丧尸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家先别着急，除了被怪物袭击的群众外，其他的大夏百姓有被感染的情况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情况还不算太糟，目前看来应该是那些怪物携带了某种病毒，被袭击的群众被感染后，才让他们变成没有理智、带有攻击性的丧尸。总指挥，你看怎么干？通知下去，将那些被袭击的群众全部隔离起来，其他的大夏百姓
立刻进入钢铁庇护所，并安排重兵把守，以防怪物袭击。是。可是首长们，那些已经被怪物感染的群众们该怎么办呀？为了防止感染源扩大，必须尽快消灭才行啊！绝对不行！绝对不行！就算他们被感染了，也是我们大夏百姓。等我们研究出了疫苗，他们一定会变回人类的。可是，为了应对这些生化怪物，所有科研人员都已经投入到南天门计划当中，哪还有时间研制什么疫苗啊？没错。再说了，谁也不能保证这疫苗就一定有用。从理性角度判断，为了保护其他的大夏同胞，我们必须放弃这些被感染的百姓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还在总指挥位置一天，就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名大夏百姓。最近一位被感染的丧尸在哪？立刻带我过去。总指挥，难道你是想……只有收集到最新的病毒样本，才能研究出有效的疫苗。不行啊，这太危险了！总指大人，你快劝劝总指挥吧，那种危险的地方，怎么能让他去呢？总督大人，别劝我，这件事除了我，没人能做。那就让你去，但是你要千万小心，大夏的未来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总指挥，最近被感染成丧尸的受害者就封在这个大厦里，你们在这附近看好，别让无辜的人进去。总指挥，你打算一个人进去吗？人越多反而不好，我一个人进去，取完样本就出来。是。很好，有了病毒样本，这下就能顺利制作疫苗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先松手，等我回去制作疫苗，一定会救你们的。骗子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跟那些人一样，跑了再也不回来了。我就是专门来取病毒样本制作疫苗的，怎么可能会不救你？你们这些骗子！你们不救我，你们死也别想走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总指挥，取到病毒样本了？放心，已经取到了。总指挥，你这是……啊，没事。病毒要在24小时之后才会彻底爆发，只要我们在24小时之内研究出病毒疫苗，一切就会没事。快送总指挥去研究所！我早就说了，就应该直接隔离那些被感染的人。现在好了，连总指挥都被感染了。要是研制不出疫苗，那南天门计划该如何推进啊？早知道发生这样的事，就不应该让总指挥冒险。总指挥不是说了吗？24小时内，这病毒它不会感染。只要总指挥在24小时之内研制出疫苗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钱老，你是我们大夏科研院院士，你应该知道研制一个疫苗它有多么困难。先不说24小时之内能不能研制出疫苗，就算研制成功，也不一定保证这个疫苗能对这个丧尸病毒产生效果呀。明明都已经看到大夏胜利的曙光了，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哎，这是总指挥要出来了吗？距离24小时还剩1个小时，总指挥现在出来，不会是交代后事吧？果然，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究丧尸病毒的疫苗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总指挥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。总指挥，这难道是……没错，这就是丧尸病毒疫苗。不过，我还不敢确定它有没有效果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做实验啊！不用了，反正我已经感染了，
就拿我来实验。这是病毒检测器，可以随时检测我体内的病毒变化。要是没有效果，你们必须立刻把我隔离。这就听李总指挥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病毒已经降到50%了，病毒只剩下20%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周指挥，你的疫苗研制成功了，你身体里的丧尸病毒已经完全被清除了。好，太好了！那些被感染的大夏百姓终于有救了，立刻批量生产疫苗，拯救那些被感染死亡。报告总指挥，南天门计划已经如期完成。很好，南天门计划完成，那些生化怪物将再也不足为惧。南天门计划完成了，那还等什么？立刻全民武装，将这些生化怪物全部消灭。是。南天门计划，可恶！难道大夏已经找到了对付生化怪物的办法？难怪这么久，大夏还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。看来我绝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必须让大夏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太好了，有了南天门计划里的武器装备，那些怪物根本不是我们大夏战士的对手。眼下来看，不出3日，我们大夏境内的这些生化怪物将会被消灭殆尽。太好了，我们大夏赢了，我们大夏再也不怕世界末日到来了。哼，你们大夏真的赢了吗？哼，你们大夏真的赢了吗？你是 M 国统领 ，M 国统领居然假冒科研人员，一直隐藏到我们大夏的境内。你到我们大夏来有什么企图？本以为你们大夏在我恐怖怪物的攻击下一定会遭受沉重打击，没想到你们坚持了这么久。原来这些生化怪物都是你们搞的鬼。那些生化怪物毫无理智，嗜血残暴。你难道要把人类灭绝吗？我才不怕 ！M 国已经完了，你们大夏也要完蛋！我绝不允许你们大夏安全度过这场世界末日。你们弄出的那些生化怪物都已经被我们消灭尽，看你还能有什么手段？没错，就算你制造再多的麻烦，我们大夏也能一一解决。我倒想看看你们在他手里还能坚持多久。你们大夏就准备今天彻底灭亡吧！不好，有巨型怪物出现在了市中心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些怪物连导弹都不怕，这下看你们大夏如何应对。总指挥，这该怎么办？这怪物太大了，就算我们的战士有巨灵神外骨骼机甲加持，也绝非是这些怪物的对手啊！这些怪物不消灭，不出3天，大夏就会彻底沦陷。就算你们大夏安全度过了前2次的世界末日，现在在这恐怖怪物的攻击下，也只能等待灭亡。不好意思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们大夏怎么可能掌握空天战舰这种跨时代的科技技术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来人，把 M 国统领压下去。为什么？你们大夏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强大？这不可能！报告总指挥，巨型怪物已经彻底死亡，危机彻底解除。太好了，我们大夏终于获胜了。李三海同志，你带领大夏度过了这次世界末日，你挽救了大夏几十亿的百姓。我代表大夏的百姓向你致敬，敬礼。
来不及了。总指挥，空六师全体牺牲，他们用生命为撤离通道争取了11分钟。第7装甲师请求接入通信网络。老李，还记得洪阳平演习吗？他蓝军能做到的，我比他更狠。将士要为敌方之剑进行突击，祖国万万！总指挥，不好！打开全频段广播。这里是火种联合指挥部，请所有未撤离的幸存者们注意，这不是撤离命令，这不是撤离命令。距离传送通道关闭最后还有20分钟，那些东西突破防线了，我们不能让这些怪物跟着我们的孩子进入我们的家园。拦住他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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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但只要有我们的孩子在，人类就仍有希望。敬礼！老李，快醒醒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睡？老李，快起来！喂，老李！老王，你还活着？什么活着？好你个老李，你不会偷偷咒我快点死吧？2219年，我回到了12年前。老李，你怎么了？老李，老李，求援！求援！快把牙手主播找来！老王，我知道你在外面，你进来。老王，这次演习，你是不是打算用战术核弹让我的战士小队报销，然后通过全频段压制我主力部队的通信？而且，你会把主力部队安排在224地区和438高地，等我的主力部队通信失效时，就会立刻展开围攻。这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会安排间谍偷看我演习预案了吧？老王，帮我联系后勤，我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身体和精神评估。你没事做评估干什么？如果我的评估没有问题，我需要申请与3军总督面谈。和3军总督面谈，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啊，老李。不管有多难，我都要见3军总督一面，因为我有事关大夏数十亿百姓安全的重要事情汇报。李沧海，男，34岁，出生在战士世家，目前是战神殿2队队长。就在前2天，他有一点反常举动，而且还想申请与3军总督面谈。医疗基地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和精神评估，评估的结果一切正常，但是有一点要值得注意，他的心理年龄评估是60岁以上。60岁以上，这就算是战士，这心理年纪未免也太成熟了吧？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太大，导致心理年龄评估出现了问题？安静，等一下我们会和李沧海进行视频面谈，到时候做一个更详细的评估报告。李沧海同志，我是战神殿副店主，我们会根据你说的话进行考虑，是否让你与3军总督面谈。你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？我必须见到3军总督，因为我有事关数十亿大夏百姓生死的大事，要向3军总督汇报。到底是什么事儿？世界末日就快到了。
李沧海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里不是你开玩笑的地方。如果你是想用这种手段来面见三军总督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放弃了。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疯了，但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你们必须相信我，我也必须尽快见到三军总督。你的情绪太激动了，我们这次的会谈就到这里吧。1个小时内，这个会发生5.5级地震。在这之后，他们的救援行动中还会有飞机坠毁事件。我们，喂，你们怎么看？我难以相信。没错，世界末日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？我看他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把梦当成现实了。你们的看法我都明白了，今天的会谈就到这里。会谈内容注意保密，私底下也不要议论。散会。是。难得的一个好苗子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？结果居然真的发生了地震！结果居然真的发生了地震！结果地震频发，这说不定这是一个巧合。镇山副店主，你快看新闻！你是想说结果发生了地震？我已经看到了。不是，是结果的救援飞机坠毁了。你说什么？老李，你说你非要吵着和三军总督面谈干什么？这下好了吧？让人当做精神不正常，连队长职位都给停了。要是那件事真的不会发生，别说暂时停职了，就是真的让我当个精神病，我都愿意。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么紧张？还是先不告诉你了，万一那些事最后没有发生，岂不是给你老王留下笑柄？你小子！李沧海，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跟你说的一样，小日子的确发生了地震，而且还有飞机在救援行动中坠毁。既然已经证实，这下我可以见三军总督了吗？事情已经证实，但也有可能只是巧合，所以暂时你不能见三军总督。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代为转达。那就麻烦战神殿副店主替我向三军总督转达一个代号：精卫计划。精卫计划。老李，到底什么是精卫计划？你老实交代，到底从哪里打听到这些的？我也想告诉你，和你这职位吧，要是知道了这件事，恐怕第2天得上军事法庭了。那你还是别告诉我了，当我从来没问过。总督大人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。你说他预告的2件事都发生了是吗？没错。他还说了什么？应该不止这一点吧？他还让我向您转达一个代号：精卫计划。你说什么？让他立即来见我。是。现在是3月17日，如果未来没有变动，那么距离传送开始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。我已经浪费了3天时间，要是再见不到三军总督，我只能……三军总督要见你。钱老、朱老，能再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。三军总督，报告总指挥，怪物已经突破防线了，赶紧撤退吧！我撤退，那大夏的百姓呢？他们又能撤到哪儿去？
祭寒星全部查，我以我血见轩辕。我宣布，今后由李沧海接替我总指挥的工作。小李，人类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说说吧，你是怎么知道岛国具体哪一天会发生地震，又是如何知道精卫计划的？因为我来自未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人类将会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并且几年后会出现无数的怪物攻击人类。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我们会相信吗？我看是你科幻电影看多了吧？这么离谱的事情，也只有科幻电影才能掰得准。好了，让他说下去。我知道各位首长很难相信，但是我可以向大家证明，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3月23日，非国发生政变，叛军攻入总统府，并成立新的政权。同一天，我们大夏会有一个卖国贼携款清凉。3月24日，韩国一座沉寂100年的火山即将彻底爆发，大半个韩国将沦为火海。3月25日，好了，你说的这些事情，我们都会进行验证。如果像你所说的这些事情都发生了，我们会认真的考虑你口中的世界末日。但如果这些事件得不到验证，你作为战神殿的战士，应该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我知道，但我希望这些事情得到验证后，我们大夏能够立即采取措施。因为时间久后，你耽误一分一秒，人类的生命就会不断减少。我明白，来人，立刻对这些事情进行验证。总督大人，刚刚韩国火山爆发，又一件事情应验了。难道真是如他说的，世界末日要到来了吗？通知所有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。是。对了，让李沧海也来一趟。这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大家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召开这个紧急会议。这怎么可能？预告竟然全部应验了。经过多方验证，李沧海说的世界末日目前发生的概率是96.35%。虽然有3%的概率不可能发生，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，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发生最坏可能性的概率将是100%。我提议立即成立大夏特殊事态应对指挥部，由李沧海担任总指挥，大家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我提议立刻签署1号命令，从现在起，大夏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不行，你知道进入1级战备状态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也觉得这有点不妥，贸然进入1级战备状态，这不拿大夏百姓的安定生活开玩笑吗？事关重大，要不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。没错，李沧海也是为了大局考虑。如果我们大家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可以讨论修改，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距传送开始还剩82天。我经历过那段时间，所以我很清楚一点，那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做大夏的罪人。你们的一个决定，关系着数十亿大夏百姓的生死，在生死面前畏手畏脚，反而是在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。数十亿大夏百姓的生死在此一举，我绝不退缩。我相信你，也相信大夏的百姓。我同意总指挥的提议，立即签署1号命令，全国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是。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不好了，统领大人，大夏宣布已经进入1级战备状态了。进入1级战备，这是要向我埃蒙国宣战吗？立即派人给我调查清楚，大夏究竟要干什么？总督大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就进入1级战备状态了？没错，一点症状都没有。
我手中有好几个重要项目都紧急停止，还请总督大人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因为我们已经证实，李沧海所说的世界末日将在3个月以后降临，因此任命李沧海为大夏特殊事态应对总指挥。届时，大夏的一切行动由李沧海全权负责。总督大人，世界末日本就是无稽之谈，将总指挥的位置交给一个只会动粗的战神殿战士，真是让我难以理解。没错，李沧海除了预言3个月以后的世界末日，他对大夏一无是处，怎么能让这种人担当总指挥呢？我同意老周的看法，总指挥的位置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够了，世界末日马上就要降临，你们还有心思放在总指挥的位置上？这才让你们看出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把总指挥交给李沧海了。这些是……这难道是 M 国耗费10年之久都没有研究出来的超导体材料合成公式啊？光刻机设计图纸，而且还是1纳米制成光刻机，这可是大夏倾尽所有资源，哪怕耗费20年也很难研制出来的。总督大人，难道这也是李沧海拿出来的？没错，这些正是出自李沧海之手。难道现在你还认为李沧海不适合总指挥的位置吗？总督大人，既然李沧海拿出这些跨时代的科技，那岂不是说他之前预言的世界末日真的会3个月后降临？据李沧海预言，1个月以后将有大量的毒气扩散，即使防毒面具也难以对付这种毒气，估计只有2成左右的人能够通过封闭空间逃过一劫。我提议按照精卫计划，在水下建立避难所，这样大夏就可以安全的度过这场毒气灾难。实在不行，我们下令封锁所有门窗，说不定也能坚持到灾难结束。恕我直言，你们的想法和提议简直就像孩子过家家一样幼稚。来，李沧海，坐到我边上来。这李沧海之前不过是战神殿的一名普通战士，现在竟能得到3军总督这般器重。李沧海，刚才你说他们的建议幼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现在的精卫计划根本应对不了3个月后的世界末日。至于水下避难所以及全面封锁门窗，除了浪费大夏的资源，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胡说八道！精卫计划是大夏耗时100年，倾尽数千专家的心血才设计出来，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抵御措施。哪怕是总指挥，也不能对精卫计划妄加评论。没错，总督大人，我申请进行灾难模拟测试，好让这位总指挥彻底明白，凭借精卫计划，我们完全可以应对这场灾难。总督大人，既然他们自找没趣，那就让他们如愿了。正好，我也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：你们引以为傲的精卫计划，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报告首长，精卫计划数据导入完成，随时可以进行灾难模拟测试。总指挥，专业的事情还需要专业的人来做，你就看着吧。精卫计划是怎么通过灾难模拟测试的？开始测试。是。精卫计划通过灾难成功率已达24%。精卫计划通过灾难成功率已达到56%。总指挥，你都看到了吧？按照这个速度，精卫计划很快就会通过灾难模拟测试。就怕你们高兴得太早。李总指挥，难道承认精卫计划可以应对接下来的世界末日就这么难吗？没错，现在大方承认，还能有个台阶下。要是等精卫计划通过了模拟测试，你这个总指挥就只能是个笑话。报告首长，精卫计划通过灾难成功率卡在80%，没有进展了。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一开始上传数据错误。等我修改精卫计划的数据后，一定可以通过测试。不行，千万不能修改数据。不行，千万不能修改。李总指挥，你想干什么？精卫计划可是关乎到3个月之后大夏数十亿百姓的生命安全，阻碍精卫计划通过测试，难道你想眼睁睁地看到大夏百姓死在世界末日当中吗？愚不可及，
测试还没有结束，贸然修改数据只会导致精卫计划完全崩溃。到那个时候，大夏数千位专家的心血将毁于一旦。我看你是怕精卫计划通过灾难魔力测试丢了你总指挥的脸吧？没错，要是出什么岔子，大不了由我负责。世界末日就要到了，要是数据崩溃，将对大夏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。你这是在拿大夏数十亿的百姓生命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前期测试都很顺利，我就不信我修改一下数据能出什么大问题来。不要，快拦住他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下全完了。总指挥，精卫计划只差最后一步就通过测试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看着吧，不出10秒，测试绝对失败。事到如今还在嘴硬，连承担错误的勇气都没有，你根本就不配担任总指挥这个职位。不好了，首长，精卫计划数据正在崩溃，而且成功率还在不断下降。不可能！赶快抢救，绝对不能让精卫计划数据已经失。报告首长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完了，全部完了！我再三提醒过你们，你们依然一意孤行，酿成如此大祸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？要是精卫计划数据崩溃，等到世界末日来临，大夏就完了。我还没出手，谁敢说大夏完了？就凭你！快看，成功率正在恢复平稳。不对，成功率正在上升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精卫计划可是上千名科研专家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计划，一旦数据崩溃，就连世界顶尖科研专家都束手无策。你竟然可以轻而易举的将它修复？难道说你要我的支持，大夏数千名科研专家还要多？我已经说了，你们引以为傲的精卫计划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我已经对精卫计划底层数据进行了修改，这下足以应对3个月后的世界末日了。李总指挥，大夏数十亿百姓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了，请你一定带着大夏战胜3个月以后的世界末日。总督大人，我答应你。在这之前，我需要调动大夏所有资源，立刻执行精卫计划。什么？总指挥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调动大夏全部资源，太冒险了。一旦失败，等待大夏的将是万丈深渊，再无半点生还。距离末日第一阶段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要是不调动大夏所有资源，根本无法实现精卫计划。就是因为你们的保守，届时将有超过1半的百姓死因这场灾难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对等将生死托付给你们的大夏百姓吗？我钱国强，我朱博文，我王卫国，愿意服从总指挥调遣，护1万大夏百姓安全。好，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所有人服从李沧海总指挥的安排，全面启动精卫计划。是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李沧海总指挥，接下来由他全权接手精卫计划。他就是那个下令1级战备状态的总指挥。我看总指挥还不到30岁吧，他有那个能力负起精卫计划。就这么告诉你们吧，之前的超导体材料合成公式、光刻机设计图，全都出自这位总指挥之手。你们说还有没有能力负责精卫计划？那些跨时代的技术知识，竟然都是他拿出来的。钱老，这位总指挥或许很有才能，但是由他负责精卫计划，恐怕还是有些不妥吧。没错，精卫计划自从改进之后，就连我们都觉得难以上手，就更别说这位从来没有接触过精卫计划的总指挥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更应该让他负责精卫计划才对。钱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改进精卫计划的就是我。什么？
那个修复精卫计划数据崩溃，并且对计划进行改进的大夏国志，就是你！太好了！如果是由总指挥负责，我们一定能赶在世界末日之前完成精卫计划。不好了，已经有地方开始爆发灾难了。什么？这场灾难比预期时间提前了。距离全面爆发大概还有1周左右时间。现在大夏百姓的生死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必须在1周时间完成精卫计划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不愧是我们大夏二老，请大家坚信，胜利最后一定会属于我们。总指挥的预言果然没错，末日第1阶段的毒气灾难已经爆发了。毒气散布如此之快，根本难以防范啊！没想到这场灾难如此恐怖，就算总指挥已经改进精卫计划，恐怕也难以应对这种灾难吧。总督大人，下令让大夏百姓躲进避难所吧。这样的灾难是人类无法抗衡的，只有减少伤亡，大夏才有崛起的希望啊！没错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这场灾难结果如何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谁说我大夏要听天由命的？只要有我在，大夏就绝不把命运交给老天安排。听我命令，启动精卫计划。听我命令，启动精卫计划。这就是由我设计，专门来应对世界末日第1阶段毒气灾难的穹顶系统。什么？在这么短短的几天时间里，就设计出了专门针对这场灾难的穹顶系统？太好了！有了穹顶系统，毒气就不会扩散到大夏了。没想到，困扰各国的恐怖灾难，竟然就这样轻松解决了。不！如果没有李总指挥，我们大夏绝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度过这场灾难。总督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大夏百姓将遭受灭顶之灾。我代表大夏所有百姓，向你表示感谢。感谢总指挥护大夏百姓周全，敬礼。这都是大家众志成城的结果。世界末日第1阶段才刚刚爆发，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们真正要面临的困难还在后面，请大家自勉。这次多亏了李总指挥，我们大夏不仅零伤亡度过末日第1阶段，而且这段时间科技水平也有显著提升。是啊，没错，要不是李总指挥，还真不知道我们大夏有多少老百姓要丧命啊！总指挥，现在世界末日第1阶段已经安全度过，那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点什么呢？世界末日第2阶段很快就要降临，世界将陷入黑暗，所有的农作物将不再产出粮食，饿殍遍野，百姓将陷入无穷的恐惧之中。没有食物，我大夏数十亿百姓如何生存？赶紧进行粮食储备评估，用9张模型进行分析，看看我们大夏的粮食储备够百姓坚持多久。总督大人，倒也不用这么担心，第2阶段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趁这些天向其他国家购买粮食。对呀，其他国家也没有像总指挥这样的人物，既然他们不知道世界末日第2阶段的事，那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们那儿收购粮食啊。好，那就派去。不好了，总督大人，M 国统领联合其他国家首脑抵达大夏，让我们大夏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还敢让我们大夏给他个说法？真把我们大夏当成软柿子了不成？好了，让他们进来吧，正好谈谈粮食收购问题。是。
你们大夏既然已经知道世界末日到来，竟然不提前通知各国，还等我百姓伤亡惨重。今天你们要是不给个说法，别怪我们各国联合起来制裁你们大夏。我们大夏从来没有隐瞒世界末日的到来，是你们自己不愿意相信，才造成如此后果。哼，虽然我们不相信，你们大夏难道就没有责任吗？我可没时间陪你们耍无赖。现在我们大夏有关于世界末日的情报，要是你们拿出粮食来交换，我们可以分享给你们。我们同意，不过你们要与我们分享有关世界末日的情报。世界末日第2阶段就是全世界陷入黑暗，你们提前做好准备吧。难怪你们要从我们手里购买粮食，原来是这样。怎么，你们难道想反悔不成？什么反悔？难道我们刚刚答应过什么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这是耍无赖！我倒想看看，没有了粮食，你们是如何度过这场灾难。现在看来，我还得感谢之前的毒气灾难，国内一下子少了80%累赘。现在粮食充足，足够我们白盟国度过这次灾难了。都是你们大夏，百姓幸存下来，又有什么用？粮食完全不够分，现在成了累赘。我记得你们大夏有一句成语叫弃车。老帅，我奉劝你们尽快抛弃那些没有价值的百姓，否则粮食不够，你们大夏就真的迎来了世界末日。我们才不会像你们一样抛弃自己的百姓。就算你们不卖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一样有办法度过这次灾难。等到世界陷入了黑暗，没有了太阳，我看你们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粮食喂饱10几亿张嘴。这群王八蛋，早知道就不把世界末日这个情报告诉这2个白眼狼了。没想到这2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要是不能从其他国家收购粮食，光靠我们大夏的储备粮，根本无法度过这场灾难。谁说我们必须要从其他国家收买粮食？总指挥，全球即将陷入黑暗，没有太阳照射，就算我们大夏的百姓再怎么勤劳，也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种出来粮食啊！既然没有太阳，那我们就自己造一个太阳出来。什么？造一个太阳出来？总指挥，你不会是跟我们开玩笑吧？距离全球陷入黑暗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与其研发人造太阳，还不如趁这段时间想办法多囤积一点粮食，这样才有可能应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灾难。就算有充足的粮食，想度过第2阶段的世界末日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怎么会呢？只要有足够的粮食，大夏的百姓完全可以在家里安全等待灾难结束。你们别忘了，没有太阳照射，除了全球陷入黑暗外，气温也会下降至-40度。要是没有足够的能源，就算再强大的国家，也会被冰雪所覆盖。难怪总指挥你会想到人造太阳这个想法，原来你早就想到这一点了。可是总指挥，要想研发出人造太阳，就必须掌握可控核聚变技术。然而，可控核聚变技术，M国投了上千亿，花费了足足20年，也没能取得突破性的成绩。就凭我们大夏，在这么几天攻克可控核聚变技术，完全是异想天开。谁说我们现在还得掌握可控核聚变技术？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在这几天时间里，将人造太阳计划变成现实。你文件里记的难道是？这可是完整的可控核聚变技术。什么？老钱，你可别乱说。这要是真的可控核聚变技术，那我们大夏就可以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造一个人造太阳。既然不信，你们就自己看吧。
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科研人员全部投入到人造太阳计划当中，务必在黑暗来临之前将人造太阳研发出来。是。统领大人，全球50%的粮食都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咱删了这粮食根本填不饱10几亿百姓的肚子。这都是他们自找的，竟然害得我哀盟国一下子死伤了这么多百姓，我也得让大夏尝尝这种滋味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们一定会恳求我将粮食卖给他，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他受尽天辱。不好了，总督大人，哀盟国和界国已经开始大肆向其他国家收购粮食。什么？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他们的粮食明明足够度过这场灾难，竟然还向其他国家收购粮食，这明摆着不就是断我大夏的生路？当时就不应该把消息告诉这两个北眼狼。这可怎么办？这人造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研制成功。要是在这之前世界末日降临，那我们大夏没有足够的储备粮，那大夏的百姓可就要活活的饿死。继续执行人造太阳计划，必须赶在黑暗来临之前完成计划。我反对，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人造太阳计划上面呀！跟你们说，我们下头应该怎么做？我建议从 M 国和界国收购粮食，他们手里有多余的粮食，只要我们肯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肯定会把粮食出售给我们。住口！什么时候我们大夏要看其他国家脸色了？要是能帮大夏渡过难关，就算出卖一点国家利益又如何呢？没错，要不是你把消息告诉他们，我们现在何必要向他们来收购粮食？够了！应该是 M 国、界国违反约定，跟李总指挥毫无关系。小李，你是总指挥，你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我认为，在这种危急时刻，应该把真相告诉大夏百姓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这样做。你知道将真相告诉大夏百姓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吗？将真相告诉大夏百姓后，我们可以从百姓手中高价收购多余的粮食，然后将全国的粮食改为战时分配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坚持到人造太阳计划成功的时候。你胡说！你这样做只会造成社会的恐慌，到时候各种犯罪事件激增，你承担起这个责任吗？总督大人，看来总指挥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要是让百姓知道粮食不够，那不仅不会出售多余的粮食，反而还会引起各种动荡，到时候大夏可就完了。和平的日子过得太久，我看你们都忘了一件事，在国家危难面前，大夏百姓从来都不是温室的花朵。在困难面前，或许可以让百姓低头，但绝对不会压断他们的脊梁。说得好，相信大夏的百姓，也相信你一定能够带着大夏走出眼前的困境。世界末日倒计时，这不会是开玩笑吧？我也收到这短信了，上面说高价收购多余粮食，现在诈骗都这么多花样了吗？哎，你看，误乘飞机哟，乘客这么大的动静，难道短信上的内容全都是真的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世界末日就要到了。岂止是世界末日，我听专家分析，到时候咱们地里的庄稼全都要死，什么粮食也种不出来。这些不会是骗人吧？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？你没看短信上说国家要高价收购咱们多余的粮食了吗？连国家的粮食都不够了，这不是世界末日是什么？没错，现在城里的粮店还开着，3天过后就是国家每天分配粮食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要是去晚了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老钱，你觉得大夏的百姓们会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吗？这谁说得清？你要是换作平常，那百姓肯定愿意把粮食高价卖给我们。但是现在是世界末日，不
报告总督大人，根据监控显示，就在公布世界末日的消息后，大量百姓已经涌入了各地粮店。什么？我就说吧，不能把真相告诉百姓。现在好了吧？没错，我们大夏粮食储备本来就不够，现在粮食也开始哄抢，我们很难坚持到人造太阳计划成功的时候啊！总督大人，我提议立刻关闭粮店，并且降低战时粮食分配比例。不行，要是现在关闭粮店，万一有百姓愿意上交多余粮食呢？总指挥，难道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？老百姓考虑的根本就是他们自己。要是再不关闭粮店，等粮食哄抢一空，那大夏就真的完了。我相信大夏百姓，他们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大夏居然蠢到把真相告诉给百姓，现在粮食遭到哄抢，大夏只能从我们手里购买粮食了。我一定要让大夏受尽屈辱。过统领大人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夏还没有派人过来购买粮食，难不成他们有其他渠道弄到粮食？立即派人前去调查，大夏究竟在干什么？总督大人，我申请暂时停止总指挥的权力，并且立刻派人向 M 国购买粮食。不错，要是等到末日降临 ，M 国一定坐地起价。再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再向他们购买粮食，那就晚了。难道现在找他们购买粮食，他们就不会狮子大开口了？现在购买粮食可能会多付出一些代价，但是至少能保证勉强帮大夏度过世界末日啊！难不成我们要看着大夏就这么完蛋吗？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为了大夏，这事就……报告总督大人，各地粮店发来消息，截至现在，大夏百姓已经上交了足足100万吨粮食。什么？100万吨粮食？这不可能啊！这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，百姓怎么可能上交这么多的粮食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不是百姓在哄抢粮食吗？那是因为你们从来不了解大夏百姓，甚至到现在也从来没选择相信他们。总指挥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既然大夏百姓选择相信我们，那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夏百姓的期望，全力展开人造太阳计划，护亿万大夏百姓周全。是。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？报告总督大人，人造太阳计划到底怎么回事？李总指挥不是把可控核聚变技术还有超导材料的合成公式交给你了？总指挥是把相关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了我们，可是超导体材料的研究一直失败，要是没有超导体材料，根本无法进行可控核聚变的研究。怎么会这样？距离世界末日第2阶段还有不到10天，人造太阳计划要是不能再进展，我们又该怎么样度过这场灾难？李总指挥人呢？李总指挥在3天前就已经进入实验室了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。什么？3天没有出来？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带我们进去看看。报告总督大人，李总指挥说了，没有他的允许，谁也不能进去。什么没他的允许不能进去？我看他是不敢出来才对。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这什么意思？这难道还不明显吗？李沧海给的设计图以及合成公式这些全都是假的。什么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总督大人，您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要是李沧海拿出来的技术和设计图是真的，我们大夏这么多科研专家，怎么可能连人造太阳计划一点突破性进展都没有取得呢？李沧海肯定是怕事情败露，所以现在一直躲在实验室里不敢出来。总督大人，依我看，现在立刻停止人造太阳计划，大夏的未来绝不能依托在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上。不可能，李总指挥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别忘了，要不是李总指挥设计穹顶系统，我们大夏早就一场灭顶之灾了。我承认李沧海是有点本事，但是连 M 国花费了10几年的时间都没能掌握可控核聚变技术，就凭他李沧海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拿出真正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呢？不错，李沧海欺骗了我们，人造太阳计划
根本就不可能完成。谁说人造太阳计划不可能实现的？谁说人造太阳计划不可能实现的？总指挥，你总算出来了，你现在应该要好好休息啊。是谁说人造太阳计划不可能实现的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没错，大夏将无数的资源投入到你所谓的人造太阳计划里，但是现在世界末日的第2阶段就要降临，人造太阳计划却没有一点进展。那是因为大夏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可控核聚变的相关研究，所以在短时间内无法凑齐原材料，这才导致超导体材料研究一直失败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拿大夏百姓的生命当儿戏。既然你知道超导材料一时难以研制出来，就应该早和我们商讨备用计划，而不是在这浪费时间。谁说时间浪费了？就在今天，人造太阳计划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什么？难道这3天你在研究室就是为了……没错，阻碍人造太阳计划进行的超导体材料已经被我研究出来了。什么？觉得没错，这就是超导体材料。太好了，有了超导体材料，人造太阳计划就可以顺利进行了。怎么可能？超导体材料，M国耗费了数年的时间都没能研究出来，难道被你3天就研究出来了？那是因为我清楚大夏正在与死神赛跑，早一秒将超导体材料研究出来，百姓在这场灾难中存活性就多一分。超导体材料已经研究出来，立刻投入到人造太阳计划。哎，总指挥，快送李总指挥去房间休息。总指挥，慢点。李总指挥为了大夏几十亿百姓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依靠着狄总指挥，我们要向世界证明，即便是世界末日，大夏也必将胜利。大夏必将胜利。人造太阳计划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多亏了你及时将超导体材料研究出来，人造太阳计划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。那就好。这么看来，在世界末日第2阶段来临之前，人造太阳计划应该能够顺利完成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拼了，3天不睡觉，你不怕死在实验室里？现在一睡就是1天，身体顶得住吗？你说我睡了1天？那今天岂不是不好？电磁风暴！哎，等等，老李，医生可是让你多休养2天。来不及了，就在今天，将有一场覆盖全球的电磁风暴。到那个时候，全球的电力系统都将陷入瘫痪，就连大夏都不能幸免。什么？我这就向3军总督汇报情况。来不及了，电磁风暴已经降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报告总督大人，受到电磁风暴干扰，大夏电力系统已经全部瘫痪。电力系统什么时候能恢复？预计10个小时后能将电力系统修复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们研究所1年储备的电量只能坚持2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要是在2个小时之内没有将电力系统修复的话，人造太阳计划的数据很有可能会丢失。什么？全力恢复电力系统，绝不能让人造太阳计划的数据有所丢失。是。竟然在这种关键节点发生这种事，难道这老天真的要亡我大夏吗？要是李总指挥在这里就好了。老李，通讯和交通已经彻底瘫痪，这下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想要通知提醒3军总督他们已经晚了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恢复大夏电力系统。等等，老李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说靠我们2个恢复大夏的电力系统，这根本不可能实现。不，一定有机会实现。哎，等等，老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为了应对这场电磁风暴，我在精卫计划中预留了防护措施，只要能启动紧急应对方案，就可以使大厦瘫痪的电力瞬间恢复。太好了，不过我们这是在医院，通讯中断又联系不上研究所，我们该怎么启动这个紧急应对方案呢？我有办法了。老王，麻烦你通知一下医院，备用电源除了保护基础的医疗设施外，优先保证这个房间的用电。好。只要顺利连接上精卫计划后台的系统，就能启动紧急应对方案，时间应该还来得及。谁家小孩怎么这样？住手！住手！你干什么呢？把我家小宝都弄哭了。您是他家长吧？这孩子擅自动我电脑，差点酿成……孩子年纪小，玩一下电脑怎么了？你可是把我家小宝都弄哭了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话，我可跟你没完。明明是这孩子差点酿成大祸，你还想找我要说法？哎呦，你吓唬谁呢？还差点酿成大祸，不就是想找借口让我赔钱吗？我只是想让你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孩子。多管闲事！我看该管教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吧？整个医院都停电了，你居然浪费备用电源来玩电脑！我这是在办正事，也得到了医院的许可。还办正事？这话你跟其他人去说吧。说吧，走。哎，你们大家快来看呐！有人啊，把咱们病人救命用的备用电拿来玩电脑。怎么回事？走，来。什么？不是牌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快看，现在医院都停电了，有人啊，仗着和医院有关系，把咱们病人救命用的备用电源拿来玩电脑游戏。好像还真是，我那病房除了基础的医疗设备还有电以外，连灯都打不开。他这个房间不仅灯能打开，居然还有电玩电脑，居然这么浪费备用电源。要是有病人发生意外，没电做手术，到时候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没错，必须给我们说法，给我们说法，给我们说法，说法。大家听我解释，我没有浪费医院的备用电源，我让医院给我房间供电，是因为我需要用电脑来修复大厦的电力系统。大家别相信他的，他就是在骗你们的。用电脑就想修复大厦的电力系统，你把大家当傻子不成？能控制大厦电力系统的，除了三军总督，只有大厦的五星长老。你不会说你正好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吧？就是，能接触到大厦电力系统的人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就凭你，还想修复电力系统？就是，差点被你给骗了。我的确不是三军总督，也不是五星长老，但是我身为大厦的总指挥，同样可以进入大厦的电力系统。什么？你居然是总指挥？难道你就是带领大厦度过2次世界末日的那个总指挥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运气太差，冒充错了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啊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大厦的总指挥。什么？你的意思他不是大厦总指挥？没错，我老公可是大厦总指挥任命的粮食发放官刘有德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总指挥啊，一直在研究所负责人造太阳的计划，根本没对外说，所以啊，他根本不可能是大厦的总指挥。好大的胆子，你居然敢冒充总指挥！要不是这位女士提醒，还真就被你给骗过去了。再给我10分钟，我就能修好大厦的电力系统，到时候你们自然会清楚我的身份。1分钟你都别想，谁知道你用电脑做什么？说不定啊，这医院停电就是你背后捣的鬼。没错，浪费医院备用电源，居然还敢冒充总指挥，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。
砸了他的电脑，将他送到执法处，看他到底有何居心。我以大夏总指挥的身份警告你，我现在正在全力抢救大夏的电力系统，你要是再敢乱来，就是妨碍公务罪，我完全可以将你送到执法处。就凭你将我送到执法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就是，你一个冒充大夏总指挥的人，还想把别人送到执法处，我看应该把你自己送到执法处才对。你们不是不相信我的身份吗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。